10岁的那年暑假，我妹妹失踪了，消失在给父母送饭的路上，没有监控，也没有人见过她。因为饭本该是我去送的，我母亲从此再也没跟我说过一句话。15年后，我做了警察，一遍遍重走妹妹当年走的那条路，往事在我脑海里一点点重现，逐渐拼凑出了一个令人心碎的真相。2009年8月10日，是我妹妹失踪的日子。那时，我们还住在城乡结合部一处破败的院子里。我父亲在附近的化工厂做工人，我母亲在公路边开了一间杂货铺，生意很红火。夏天，每到中午，有很多人去杂货铺买冰棍雪糕，父亲下了班会去帮忙。他们忙得常常顾不上吃饭，所以整个暑期几乎都是由10岁的我来做全家的饭。厨房没有空调，只有一个旧风扇，水沸腾之后，热气蒸腾，扇的风都是热风。做饭的我总是汗流浃背。出事的那天，天尤其热，做完饭我有点中暑。家里没有其他人，奶奶虽然住在隔壁院子里，但她为人刻薄，不仅不会帮忙，还会说上2句难听话，我不敢劳烦她。我洗了一把脸，忍住不适，给妹妹盛好冷面条，让她先吃，然后再用饭盒盛了爸妈的，装进篮子里。妹妹扒了几口面条，对我说：“姐姐，你躺着吹吹风扇，今天我去送吧，路我熟，剩下的我回来再吃。”从我家到杂货部有10分钟的路程，只有一条路，也不算偏僻。平时我带着她走了不知道多少遍，但还是我有些不放心。你行不行啊？我半躺着捂了一块湿毛巾在额头上。没事，放心吧，姐，就这点路，一会儿就能回来。她不由分说拎起篮子就往外走。因为常年生病，她很瘦，手臂一用力，肩膀上的骨头就凸出来，小小的背影看起来很单薄。临出门，她还冲我挥手，我马上就回来。我的面条，姐姐可不能偷吃哦，放心吧，我不吃。我不耐烦地摆摆手，让她走，但她却再也没有回来。你说，当时如果我说我会偷吃她的面条，她惦记着，是不是就回来了？2024年1月9日，我正式入职市公安局，成了一名见习警员。9个月后，我跟我师傅老于谈起这桩折磨了我15年的悬案。什么时候发现的？老于问。我揉了揉眼睛说，下午2点多吧。他走后，我勉强吃了2口面条就睡着了。我是被我爸一巴掌打醒的。虽然过去了很久，但我依然记得很清楚。当时我一睁眼，正对上我爸那张怒不可遏的脸，为什么不去送饭？想饿死老子们呢！我哇一声哭了，妹妹早就去送了呀。说完，我才看到饭桌上吃了一半的面条，猛然想起妹妹还没回来，一股凉意爬上后背，眼眶里的眼泪瞬间被惊恐吸得干干净净。找遍了，那时候天网还没有覆盖到这条小路上，只有主干道才有监控。我们全家没头苍蝇一般，疯了般寻找。路边的池塘下了捞人的竹排，捞了3遍，一无所获。周边的水井里，雇人下去看了，也没有。报警后，警察查了周边的监控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，走访了周围的邻居、附近几个村的村民，也没有一个人见过妹妹。妹妹就这么失踪了。我妈捶打着我，坐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。你怎么那么懒？不去送饭，让她去送啊！信基督的奶奶说，她的主不会饶恕一个因为懒惰又自私弄丢妹妹的孩子。我爸恼怒之下，连踢了我5、6脚，将我踹翻在地。邻居们弄不清是非曲直，没有人上前劝阻，纷纷对着我指指点点。我宛如木偶般，一滴眼泪都没有，默默走到妹妹失踪的路上，执拗地站了3天，一眼不眨地盯着路口，期待着她小小的身影出现。但奇迹没有出现。从这件事之后，家里人都不怎么跟我说话，尤其是我妈，此后的10几年再也没跟我说过一句话。中学之后，我住校，周末回家一趟，拿完钱和换洗衣服就走，一点都不敢多待。那些年，我一遍遍地走在妹妹去送饭的路上，仔细地看路上的每一根草、每一棵树，企图发现一点蛛丝马迹，想象无数种可能。备受折磨。你往常睡午觉都睡多久？老于对这个案子很感兴趣，翻着我找来的卷宗问道。当年这个案子被定为失踪案，一放就是10几年，看情况，有时候时间长，有时候时间短。但那天不知道怎么了，尤其困，睡了2个多小时，直到被我爸叫醒。你说你中暑，当时是什么感受？还记得吗？我努力回忆那天中午的感受，浑身无力，犯困，头晕，头重脚轻。老于听完，沉吟了片刻。你想过没有，你有可能不是中暑。我头皮一麻，瞪大了眼睛看向他。中暑的症状是头晕、眼花、耳鸣、头痛，四肢无力，恶心、呕吐，出冷汗。你的这个症状不像是中暑，反倒像是吃了。我心中一惊，不等他说完，就脱口问道：吃了什么？安眠药或者是有催眠成分的药？老于看着我，意味深长地道：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服用安眠药和中暑的症状的确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不过中暑有2个特征很独特，恶心、呕吐和出冷汗。但那天我记得很清楚，我没有，我浑身的汗毛刷一下竖了起来。当年大人们，包括警察，都想当然以为是我偷懒，怕热让妹妹去送饭。我所说的一切都被当成了逃避责任找的借口。
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找人上，所以错过了这么重要的线索。师傅，你怎么想到我不是中暑的？案子终于有了突破口，我激动到浑身颤抖。很简单，通过你的讲述能看得出来，你和你妹妹感情深厚，她年龄小，自己去送饭，你很担心她。正常情况下，你会坚持到她回来再睡，但你却睡了过去，还睡那么久。如果不是你父亲叫醒你，估计你会睡更久。很显然，这不正常。老于边看卷宗边说。我眼眶一热，点点头。这么多年，老于是第一个注意到我和妹妹之间感情非比寻常的人。当年妹妹不见之后，我爸指着我的鼻子骂：你是怎么当老大的？妹妹不见了你也睡得着？怎么不睡死你？那时我弄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睡过去，连我自己也恨自己。没人知道我有多爱妹妹，更没人知道我们之间的感情远超普通的姐妹情。不仅仅是因为我上小学之前，我们一天24小时都在一起，更是因为无论寒冬还是酷暑，我们都依偎在一起，患难与共。那时候父母因为要做生意，把我和妹妹留在家里让奶奶照顾，但奶奶笃信基督，到处跑着去跟教友聚会，常常把我和妹妹扔在家里一整天，不管不顾。所以我6岁就会煮饭给妹妹吃，饭煮糊了一起吃糊的，饭煮香了一起吃香的。别人家孩子哭了都会喊妈妈，而我妹妹哭的时候喊的是姐姐。那天你出了很多汗，想必喝了不少水，问题应该出在水里。老于指了指我面前的水杯。可谁会对一个10岁的孩子下药？目的何在？我忍不住问。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脑子里浮现了2种可能，一种比一种令人绝望。你们家有仇人吗？我摇摇头，我爸妈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，很少与人发生冲突。唯一一个跟我家不对付的无赖，那天有不在场的证据。正说着，外面吵闹起来，是一对夫妇到警局报案找孩子。警察同志，我家孩子8岁，有自闭症，孩子爸爸带着孩子去做康复训练，路上把孩子弄丢了，你们千万要帮帮我们啊！女人焦急万分，就差下跪了。男人垂头丧气，语气自责，神情却有着掩饰不住的轻松。看到这种情况，我大概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入职警局虽然不到1年，但这样的案子已经好几起了，大多都是问题孩子，家里负担不起治疗或康复的费用，或者父母受不了长年累月的折磨，又看不到希望，所以将孩子遗弃，但又怕被人戳脊梁骨，就来警局报警做样子。虽然如此，但我依旧详细询问了男人事情的经过。我们路过滨海公园的时候，他看到有人在喂海鸥，怎么拉他都拉不走。我只好去买一份喂海鸥的粮食，但就这么一转身的功夫，孩子就不见了。孩子是下午5点多丢的，丢的时候正是海水涨潮的时间。他们多方寻找找不到，才来报警。此刻距离孩子走丢已经2个多小时。若是遇到危险，失去性命只需几分钟；若是遇到人贩子，2个小时已经足够到达汽车站、火车站。太迟了。就算如此，警局也不可能不管。老于让我立即发布了寻人启事，以失踪地点为半径，在社交媒体上迅速扩散，并安排了一个支队去各大交通枢纽找孩子，又联系了2个专业的搜救队，在海边连夜搜救。3管齐下，做了一切能做的措施，剩下的就看孩子的造化了。这对夫妻千恩万谢离开之后，老于看了看外面漆黑的夜空，道：这孩子活着的概率不大了，尸体被发现是迟早的事。你妹妹有严重的哮喘是不是？有没有可能？我拼命摇头否认，不会的。我们家从来没有嫌弃过妹妹。妹妹丢了之后，我成了我家最大的罪人。我妈10几年来没跟我说过一句话。她看了看我，悄悄卷宗，那你奶奶呢？她对你们姐妹2个怎么样？我一惊，你怀疑是我奶奶？的确，如果不是仇人作案的话，能放安眠药在我水里的，除了我爸妈，就是我奶奶了。不完全是，只是考虑可能性，分析案情而已。说实话，不太好。但那天有人作证，他在邻居家做礼拜，他也有不在场的证明。老于沉默了片刻，又问：真的没有一个人见过你妹妹吗？那条路上有点偏僻，夏天中午几乎没有一个人。路边只有3家店铺，其中2家都是烧烤店，晚上才开。只有一家卖茶叶蛋的，是残疾人，平时住在店里，但中午也不开门。所以没有人见过妹妹。老于连连摇头，这道齐了，这个案子还真是匪夷所思。连老于都没有头绪了，我刚燃起的希望又破灭了。我盯着电脑屏幕上失踪孩子的照片，跟我妹妹一样的年纪，一样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心情异常沉重。老于看我情绪低落，鼓励我道：小月，别放弃，尸体1天没有发现，你妹妹就有活着的希望，多回忆回忆细节。咱们办案讲究胆大心细，只要做过的事总有痕迹。有空回家一趟，看看能不能想起什么来。我点了点头。下班的时候已经是深夜，我新搬的出租屋离父母家不远，走着走着就走到了当年妹妹失踪的那条路上。这条当年只有2-3家店铺的路，已经改造成一条热闹的小吃街，就算是凌晨，依旧还有店家在营业。老于说的对，验过留痕，一定有什么细节我没留意到。是什么呢？茶叶蛋，茶叶蛋，5香茶叶蛋。卖茶叶蛋的老板闭着眼，
侧耳听了听，冲我喊道：“是岳家老大吗？下班了，来吃颗茶叶蛋，刚出锅的。他姓王，是个盲人，我们那一茬的小屁孩都私下管他叫王瞎子。他在这条路上摆摊卖茶叶蛋，卖了20多年。小时候，我和妹妹经常偷偷拿钱买他煮的茶叶蛋吃，因为我妈不让买，说他是个瞎子，做的东西不干不净的，容易生病。小孩子哪管这些，好吃就行。都说瞎子的耳朵灵，还真是。虽然午夜这条路人不多了，但在我周围5、6个人还是有的。是我，王伯伯，给我来2颗茶叶蛋。小的时候买2颗是因为妹妹1颗，我1颗。如今买2颗是因为习惯买2颗。好嘞，伯伯记得你们姐妹俩最喜欢吃茶叶蛋。她一边捞茶叶蛋，一边客气地笑着，满脸的皱纹像一颗核桃。说后半句的时候，她意识到了什么，手一僵，脸上的笑容也不自然起来。还没找到是吗？我那天出摊晚，一直在屋内待着，没帮上忙，对不住啊，月丫头。她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摸了摸鼻子，这是心虚的表现。这不怪你，因为当年你什么都没听到。我加重了听字。她拿茶叶蛋的手一抖，一把拦住正要扫码付钱的我，不用钱我都听说了。月丫头穿上制服了，给咱们老街坊长脸了这2颗茶叶蛋，伯伯请了，给，拿着，小心烫手。这王瞎子是出了名的抠门，这些年就连他的亲哥亲嫂子吃茶叶蛋都得付钱，今天居然请我吃茶叶蛋。谢谢王伯伯，我小心翼翼接过茶叶蛋，顺手扫了码，他的茶叶蛋2块钱一个，我赚了10块钱过去。随着支付宝到账10元的提示音，王瞎子急了，急忙摆手，你这丫头怎么这么不听话呢？给这么多干什么？我凑近他道，我在查我妹妹的失踪案，王伯伯要是有什么重要线索提供，警局会有一笔赏金。他耳朵动了动，愣了片刻，叹了口气道，你妹妹的确可怜，赏金我就不要了。我只说我听到的，不保真。能帮到你的话，以后常来买茶叶蛋就行。王瞎子的耳朵出了鸣地铃，能通过脚步声判断出有谁从他门前走过。那天午后，在我妹妹失踪的消息传出来之前，有个意想不到的人从他门前经过。丫头，多观察，多回忆以前的细节，身边的人一个都别放过。这是王瞎子最后的忠告。2024年9月25日，那个失踪的自闭症儿童找到了，被海水泡成了巨人棺，内脏被海鱼和海鸟掏空了，惨不忍睹。他的父母哭天抢地，很悲伤的样子，但哭声震天响，让人觉得怪怪的。这大半年，我在警局见过不少悲欢离合。其实，真正的悲伤和心痛是无声的，甚至流不出一滴眼泪。可惜，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位父亲，甚至是这对夫妻是故意将孩子置于险地。我的心情糟糕透顶。也许是因为这个案子的受害者跟妹妹同岁，也许是因为她和妹妹一样都有难以治愈的疾病，总能让我想起妹妹，想起她的一颦一笑，扑到我怀里甜甜的叫姐姐，想起她每次哮喘发作时候的无助和痛苦。我做梦都想知道她是否还活着，她好不好？她去哪里了？我被折磨得快要发疯。2024年10月6日，我值完国庆节的班，决定回去找一下当年的证人，当年证明那个无赖和我奶奶不在场的2名证人。老于也说，万一这2人其中1人撒了谎呢？所以只要能撬开他们的嘴，也许就能找出当年的真相，我就能找到妹妹。我先去找了那个无赖的证人张寡妇，又去找了我奶奶的证人教友周奶奶，花了1整天时间来做2人的工作。结果出乎我的意料。2024年10月7日上午9:30，我走进了一个院子。院子里，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正在晾晒沾满盐粒的萝卜条。这位老人和这满院的咸萝卜条，正是当年我妹妹得哮喘的罪魁祸首。我一步步走进老人。2005年秋天，我得了肺炎，我爸妈带着我去社童医院看病，把妹妹留给你照顾。出事的那天，轮到教友们到家里做礼拜，你觉得很荣幸，忙着招呼客人，把我妹妹忘了。妹妹饿了，找了你2次，都被你赶出房门，得吃院子里晾晒的咸萝卜干。尽管过了那么多年，每当提起这件事，我还是心如刀割。为了不让眼眶里的眼泪滚落，我微微仰起头看向天上的太阳。傍晚吧，我们回来发现的时候，妹妹已经吃了1天的咸萝卜干，她找不到水喝，便一直没喝水。我爸妈手忙脚乱给她催吐，灌了大量的水，妹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虽然做了补救措施，但妹妹还是留下了后遗症，她的气道和消化道被高盐腐蚀，常常吃不下饭，呼吸困难。从那时开始，她便有了哮喘这个病。你毁了一个原本健康的孩子，难道丝毫不愧疚吗？请问你的主原谅你没有？老人浑浊的眸子看向我，做错了事，只要诚心诚意忏悔，主都会原谅。那个死丫头早就不在了，你翻这些陈年旧账做什么？要是我以后绝不会再晒什么咸萝卜干。我忍不住吼了出来，眼泪随着我的愤怒滚落下来。老人哼了一声，就算他的病是我的错，大丫头，你可是弄丢他的人，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不要以为你披了一身警服就了不得了，我们都希望伤害我们或我们至亲的人能端正态度，承认错误，道个歉。但现实往往是并没有。我找了当年作证跟你在一起做礼拜的周奶奶，承诺帮她申请减轻处罚，
他什么都说了。这些年他没有睡过一个安生觉。我想知道你呢，奶奶？我盯着这个趾高气扬的老人，一字一句地道。他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手里新切的萝卜条啪地掉在地上，沾满了灰尘。但他很快镇定了下来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诈我，老周绝不会。他猛然意识到，这也许是我另外一个陷阱，把关键的几个字吞了下去。绝不会什么？绝不会出卖你吗？我紧盯着他的眼睛道。他的眼睛看向了别处，有一闪而过的慌张。他猜的没错，我的调查并不顺利。周奶奶的确什么都不肯说。她欲言又止，说她15年前在主面前发过誓，证词绝不更改，让我不要再问了。我不知道我奶奶用了什么手段，让周奶奶守口如瓶，也许是教规，也许是人情。那个无赖的证人王寡妇对着我破口大骂，说当年因为给那个无赖作证，爆出了开房记录，搞臭了她的名声，耽误了她高价，最后只能嫁给一个老光棍，损失惨重。如今看到警察就觉得晦气，虽然态度恶劣，但证词可信度高，所以也不算完全没有收获。你不说也可以。我颤声问，我就想知道他还活着吗？我爸我妈就住在奶奶隔壁的院子，听到动静赶了过来。我弟弟正在放国庆假期，也跟了过来。他是妹妹消失后第3年出生的，那时候我们是2胎政策还没放开，为了他，我爸从好不容易进的国营公司辞了职，托关系重新入了农村户口。毕竟夫妻双方都是农村户口，头胎是女儿才能生第2胎。这一次他们赌赢了，生了个男孩。怎么刚当上警察就开始就把手伸向自家人了？我和你妈怎么就生了你这个白眼狼呢？我爸骂骂咧咧地挡到了我奶奶前面。我冷笑道，爸，你不想知道妹妹去了哪里吗？我就是问问奶奶知不知道，你不用反应这么过激吧。她如果什么都没做，调查一下，还她老人家清白也没什么吧。你赶我爸举起了手，怒不可遏。我妈叹了一口气，对我开口说了10几年来的第一句话，老大，事情都过去了，妈不怪你了，别查了，你奶老了，经不起折腾。说着，她无比慈爱地摸了摸弟弟的头，又说，况且你弟弟将来也要考公的，你总不能自己上去了，把梯子抽了吧。初秋的天气还不算冷，太阳照在身上，但我却冷得发抖。由内而外，今天之前，我跟老于汇报我找2位证人的结果。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，小月，这个案子你有2个选择。第一，把案卷放回去，把这件事放下，安安稳稳做好这份工作。第二，一查到底，找出真相，找到妹妹，但代价也许会非常惨重，不仅从此会被家族视为异类，有家不能回，还有可能影响自己的职业生涯。你好好考虑考虑，如果不去查明真相，找不到妹妹，我一辈子良心不安，代价就不惨重吗？不用考虑了，如果妹妹还活着，无论她在哪里，我都要接她回家。如果她不在了，无论是谁害死了她，都要付出代价。以前我一直陷在自责和愧疚中，视野局限。如今回想起来，只有妹妹失踪的前2年，我爸妈满大街贴寻人启事，在网上发布寻人悬赏，到后面就不了了之了。他们让一个孩子背负了所有罪名，用行动告诉周围的人，都是我的错。一家人孤立了我15年，让我每时每刻都不敢忘记自己的过错。好几次，我站在楼顶想眼睛一闭跳下去，一了百了。但一想到我还没找到妹妹，连她是生是死都不知道，我就觉得自己死不起。万一她还活着呢？等着我去找她呢？或者她是被人害死了，等着我去为她复仇呢？15年了，妹妹，你究竟去了哪里？姐姐好想你。我平静地看了看这么团结一致、同仇敌忾的一家人，掏出对讲机，师傅，行动吧。等在院外的警察进入小院，我奶一屁股蹲坐在地上，嘴里喃喃道，我明明跟主忏悔过了，跟主忏悔过了，就没事了。我的同事带走了我那暴跳如雷的父亲，咬牙切齿的母亲，瑟瑟发抖的奶奶，留下了对我怒目而视的弟弟。他的个子已经跟我差不多高，拳头攥得紧紧的。我走到他面前，对他道，回家吧，你13岁了，自己能照顾自己了。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。你没有错，我也没有错。你知道吗？你曾经还有一位瘦小可爱的2姐，她不见了，消失了15年。我只是想把她找回来，也许代价有点大，但我想给她一个公道。如果有一天你不见了，你也希望有人能坚持不懈去找你吧。他的头慢慢垂下，拳头松开，一步一步走出院子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人都走了之后，我沿着奶奶的院子走了一圈，最后停在一棵树前，盯着这棵树，泪水渐渐蓄满眼眶。这时老于打来电话，小月，你奶奶装晕拒不配合，你父母趁机大闹，如果没有关键证据，我们会很被动。我擦了一把眼泪，哽咽道，师傅，我想我已经找到妹妹了，麻烦您过来一趟，顺便带1位法医和2个刑侦科同事。挂完电话，我拿起墙角的铁锹，在树下一锹一锹挖着，眼泪一滴一滴滴在泥土里。上警校的时候，我的野外侦查老师说过，野外寻尸，特别是有植被的地方，尸体的埋藏地周围的草木往往特别黑特别绿，尸体是很好的肥料。
一个成年人体内大约有 2.6 公斤氮肥，其中的大部分能在尸体腐烂过程中转化为氨 NH， 就是常用的氮肥。假如尸体分解能影响3平方米的土地，那它能贡献的氮大约相当于温带树木和灌木氮肥季度推荐量的50倍。这可能导致那里的植物明显比周围其他同类更绿，因为叶片含氮量的增加有助于提升叶绿素的产量。我记得我当时问他，其他动物的不也一样能提供氮？为什么一定是人类的尸体？他说，因为只有人类的尸体能让植物有显著的变化，原因有2点。第一，人类尸体腐烂的节奏跟其他动物有很大差别。第二，人体内有镉，镉是一种重金属元素，很容易被植物根部吸收，到达叶片之后，它能改变叶绿体里一种叫做光系统的蛋白质复合物的结构，从而影响叶片的颜色，让这棵植物看起来跟周围格格不入。妹妹失踪后，我很少去奶奶的院子，上大学后连过年都不敢回来，所以我一直没有发现这棵树。老于带来了3个壮小伙，脱了上衣，甩开膀子开挖。尸体埋得很深，在地下2米左右，树根深深扎进骨头里，很难拿出来。法医用斧头小心翼翼砍掉树根，一块一块将骨头摆在裹尸布上。我戴着橡胶手套，轻轻抚摸着这具瘦小的尸骨，嚎啕大哭。妹妹失踪的第2年夏天，这棵树下长出一个甜瓜，长长的藤蔓绕着树，我是被瓜香吸引过来的。甜瓜的根部有一颗牙齿，像极了妹妹的。我问奶奶，奶奶说是妹妹之前换牙掉落的，我就没在意。她消失的前一天换了第5颗牙，她托在掌心里，求我帮她扔在房顶上。你说我怎么那么傻，就没想到妹妹失踪的那天上午吃了一整个甜瓜，那颗瓜苗就是从她肚子里长出来的。我太傻了，我泣不成声。2024年10月9日，老于的审讯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，经过不懈努力，周奶奶和王瞎子同意出庭作证。在证据面前，我的奶奶和父母全部招供。当年你的父母都是农村户口，所以可以要2胎。没想到2胎生了你妹妹，最初他们也坦然接受了。你爸甚至托了关系，进了国营企业，成了城市户口。但后来你妹妹得了哮喘，眼见活不长，他们就动了不该有的心思。那时候你们那里有个政策，无论农村户口还是城市户口，家里唯一一个孩子有残疾或者无法治愈的重疾的，可以再要一个孩子。所以你妹妹其实是误杀，他们当初想杀的人是你，因为只有杀了你，你爸不用丢掉得来不易的工作和城市户口，还可以要2胎。老于无比同情地看着我，我在震惊中久久回不过神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之所以后来是你妹妹被杀，是因为当初他们3个人没商量好。你奶奶跟你父母约定，你父母确定除掉哪一个就让哪一个第2天去送饭。那天没人见过你妹妹，是因为你妹妹刚出门就被住在你家隔壁的奶奶悄悄叫住了，给了她1碗糖水，她喝完就不行了。你爸在叫醒你之前的1个小时就回来埋尸了，埋好之后才回家找的你。他们之所以选择午后，是因为午后太阳最烈，这条路上没有人。但他们没想到，王瞎子虽然没开门，但还是听到了你爸的脚步声。他走过不久，收音机播报13点整。所以，当你爸说出发现你妹妹不见的时间是下午2点多的时候，王瞎子就知道他说谎了。你爸按照约定的时间到你奶奶家时，才发现杀错了人，但木已成舟。这也是你后来被他们敌视的原因之一。因为在原计划里，你才是那个该死的孩子。他们提前在树下挖好了坑，把你妹妹埋了进去。为了混淆视听，他们尸土上面撒上干土和草屑，圈了一群小鸡在上面，所以没有人注意到。你妈妈是知情者，为了掩盖罪行，他们将计就计，合伙演了一场戏，让本来应该死掉的你来当替罪羊，误导了警方查案的方向。也许是我的脸色太过难看，老于倒了一杯水递给我，但我手抖的杯子都拿不稳。原来妹妹是替我死的，原来该死的人是我。老于叹了一口气，从我手里拿走杯子。现在案子还有2个疑点。第一，根据法医检测的结果，你妹妹是中了3氧化二砷而亡，毒药是你爸爸偷偷从工作的化工厂带出来的，因为查的严，带出来的不多，但剂量足以让儿童在半小时左右死亡。但根据你奶奶的描述，你妹妹喝了糖水，几乎立马呼吸困难，不出5分钟就死了，快得让她觉得不可思议。第2个疑点很奇怪，杀人他们都承认了，却没有人承认在你杯子里放安眠药或者催眠成分的药。你妈妈承认她那时候睡眠不好，买过安眠药，但她不承认给你下药。你家的那个仇人有多个不在场证明，所以也不是他。我在想，是不是我们推断有误，根本不存在什么安眠药？也许那天你真的是轻微中暑。我坚决地摇了摇头，嘴唇颤抖。不，师傅，绝不是中暑，你的推断没有错。谁放的？我大概已经知道了。现在我作为本案的证人之一，申请高级催眠师对我进行催眠，回忆那天的场景，一定有什么细节是我没注意到或者忘记的。2024年10月10日14:00，催眠师对我进行了催眠，现将催眠主要过程描述如下。催眠师，现在你回到了2009年8月10日中午11点30分，你和妹妹在家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做饭。催眠师，天气热吗？我热，我出了很多汗。
催眠师，你喝了很多水吗？自己去喝的吗？对，喝了很多水。我没空自己去喝，都是妹妹递给我的。催眠师，水的颜色和气味跟往常有什么不同？我沉默了片刻，水里面好像有粉末，味道有点怪。催眠师，当时家里还有其他人吗？我没有。催眠师，你做完饭之后什么感觉？我累，四肢无力，犯困，头晕。催眠师，妹妹那天状态如何？我特别黏我，抱着我不撒手。催眠师，现在回忆一下妹妹送饭走之前的每一个动作和表情。她跟我开玩笑的时候没有笑，反而有点想哭。挎起篮子走的时候，顺手在廊下掏了一把什么东西装进口袋里。催眠师，廊下有什么？仔细回忆一下。我沉默了片刻，去年晾晒的咸萝卜干。说完这些，我浑身抽搐不止，这是情绪激动的表现。催眠师终止催眠，迅速唤醒了我。我妹妹因为被咸萝卜干腐蚀了气道，所以对咸萝卜干严重过敏。医生曾反复交代过，如果再吃萝卜干就可以准备后事了。所以妹妹是在……我哽咽到说不下去。她是在拿自己的命救你。老于眼圈也红了，安眠药也是他给你下的，目的就是替你去送饭。为了确保自己一定会死，他出门的时候吃了一根咸萝卜条，所以他才会在喝了你奶奶递过来的糖水之后，那么快就去了。一个才8岁的孩子啊，小月，你妹妹真的很爱你。常年的病痛让年幼的她敏感多疑，常常偷听大人的谈话，知道自己是这个家的累赘，知道了大人们的无情，所以我的心仿佛被1万根钢针刺穿，一滴滴往外渗血，却一滴眼泪都流不出了。老于拍了拍我的肩膀，小月，好好活下去，这是你妹妹对姐姐最后的祝福。你的命是双份的，很珍贵。在案卷呈交法院之后，我父母提出见我一面，我犹豫了片刻，还是去见了。月下，你毁了咱们家，你为了一个丫头片子，断送了我和你妈的晚年幸福不说，还断送了你弟弟的前程。我爸盯着我，就像盯着一个仇人。我妈也恨恨地道，要不是你揪着不放，没有一个人会在意一个病秧子，一个丫头片子的死活。那年死的人是你就好了。我红着眼道，对，我宁愿那年死的是我，把活下来的机会给妹妹。她那么懂事，那么可爱，她才8岁。你们不在乎她，我在乎，只有我们彼此在乎彼此。如今把你们送上法庭，送进监狱，我很畅快。说完，我嘴角上扬，笑了起来。这笑苦涩无比。你们这2个讨债鬼赔钱，或你俩的命加起来都不如我儿子值钱，你懂什么？农村没有儿子，会被人戳脊梁骨的，会被人欺负，看不起我们这么做有什么错？三观不合的人永远无法沟通。我摇了摇头，站起身对他们道：服刑愉快，转身离去。我将妹妹的尸骨重新安葬，在她的坟前种满了她喜欢的雏菊。每个周末都会带一碗我亲手做的面条放到她坟前，陪她说说话。妹妹不怕，姐姐永远会陪着你。如果有下辈子，咱们做一对双胞胎姐妹。愿那时有一对爱我们的父母。